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以色列美角的頻道。我們現在要開車2個小時到加利利慶祝某個人的生日。嗨，妹妹也來接你放學，我們要出去玩。我們到加利利了，耶！我們先來找朋友，然後等一下就要去旅館 check in。這就是加利利湖，我們對面就是約旦。加百農在前面，還有抹大拉，還有黑門山都在那邊。到了，我們到了馬大拉。我跟他說每個晚上都要看書。抹大拉，這就是耶穌當時的那個抹大拉哦。我們在等 check in， 它後面的那個其實就是抹大拉在耶穌時期的會堂的遺跡。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是第1世紀的古蹟，它以前是一個魚池，因為抹大拉是一個漁村，知道嗎，啾啾？那邊是等一下吃晚餐的地方。進來就很舒服。哦，有得獎！這裡還有一個地圖，明天再帶大家看。今天先去吃晚餐。好漂亮的旅館哦！啊，去按電梯。Die Haus。OK， 在這。哦，到了。下面就是游泳池。哇！生日快樂！耶！哇，那床在哪裡？啾啾，你喜歡這裡嗎？這是什麼？他為什麼要放這個在這裡嘞？是給你玩的嗎？哇，他已經給我們放好了2個嬰兒床。Kenny 說我們就住在這裡，我們不走了。好，我們去吃飯。這裡又一間哦，廁所。這房間太誇張了，我現在還在震驚當中，但是我們太餓了，我們得趕快去吃晚餐，在他那個8點結束之前。他很開心，他也知道出來玩。晚餐的地方，那邊是自助餐的地方。沙拉，這是主菜，超厲害的，有炸雞、雞肉、牛肉、kebab 烤雞，還有彼得魚等等。然後這裡還有牛肉，超酷的。冷菜，這裡人比較少，拿主菜的人比較多。還有2種熱湯，以色列人喝湯都喜歡放這個小餅乾。這是烤花椰菜。然後烤茄子，它的花椰菜超好吃。他跟餐廳的人說拜拜，開心嗎？好開心。我們今天晚上就睡在古蹟的旁邊，這就是西元1世紀耶穌時期的猶太會堂。明天再來看。其實前面就是加利利湖，明天我們就可以在那邊看日出。好，我們可以好好的來開箱了。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廚房，有冰箱。然後有燒水壺、咖啡機，還有2瓶礦泉水，很有趣的裝飾。然後剛剛不是有看到這個房間嗎？結果我發現啊，這裡這個門可以打開來，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一直繞圈了。嗨，啾啾，來看看這裡有什麼美好的東西。可以從床上看到廁所的感覺。然後來看一下廁所，這裡很多空間可以擺行李耶。哇哦！然後浴缸，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床，這真的超大的。這裡是廁所，
然後這裡是淋浴的地方，然後他們有自己品牌做的死海的這個洗頭啊、身體啊的這些東西，毛巾，好像有陽台哦，有2個陽台，哦。我們真的沒有住過這麼大的旅館哎，真的是很舒服的選擇。晚安，早安，這是早上的樣子。那邊就是加利利湖哦。這邊是它的古蹟，我們等一下再來看。據說在2分鐘就會有日出哦。他們在這邊放一個講台，其實那邊也是他們的一個聚會的地方。這個是天主教的旅館，然後就在耶穌時期的抹大拉這邊，從那邊可以看得到加利利湖，超美的。早起的鳥兒有蟲吃，那邊就是提比利亞。現在的水位已經退到那裡了，你可以想，這以前呢是一個漁港，所以以前的水啊，應該一直到至少到那邊吧，因為他們在那邊有發現那個海港，還有就是很多那個海港會有的東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抹大拉旅館的故事？他們是一個天主教的機構。然後那個時候本來是想要在這附近去蓋一個給基督徒休息的一個地方，禱告退休中心類似這樣子。然後他們那個時候就看這塊地在賣，那旁邊這邊是那個東正教的一個也是產業，他們那個時候在那邊挖抹大拉沒有找到，因為在以色列如果要蓋任何東西的話，你都先要往下面挖3層這樣子。讓那個考古局確定說，哎，你們沒有挖到古蹟，沒有要蓋一個東西，在古蹟上面之後，才能夠蓋你們的旅館或者是退休中心啊什麼之類的。他們很幸運，他們一挖，而且離地面才30公分，就挖到了古蹟，而且那個古蹟就是抹大拉的猶太會堂，在加利這邊啊，就是猶太人的文獻也有寫猶太會堂，可是大部分的都是拜占庭時期。你可以猜說，哦，原來那邊可能有更早的猶太會堂，在拜占庭時期的猶太會堂的遺址上。但是抹大拉這一個，它就是耶穌時期的，它就是像這種玄武岩蓋的。那對於基督徒來講，這是超級震撼的一件事情，因為耶穌他走遍了加利利的會堂，那所以這也代表很可能非常高的可能，耶穌他就是坐在這個會堂，然後分享過，這是在以色列找不到的。目前在整個加利利也只有這一個會堂是第1世紀的。好了，日出要出來了，這就是日出，加利利的日出，大家早安。這樣看好像有2個太陽。推薦大家來看日出，然後可以坐在這裡靈修啊、敬拜啊，超美的。在耶路撒冷有一些景點，你是需要用想象的哦，在耶穌時期會是怎麼樣？但是像加利利湖這種大自然的景點，你不用想象，你用看了你就知道說，我現在看的跟耶穌時候看的加利利是同一個加利利湖。所以抹大拉旅館現在就是只有這一部分一個 ”M” 字形，然後這是他們的教堂，然後這一整塊都是做古蹟的園區。那我們從這邊走過去呢，就是古蹟區。如果不是住在這裡的話，也可以來參觀。但是住在這裡的話，就是我現在隨時想要去看古蹟，我就可以帶大家去看。這是已經成熟的橄欖，
可以看到它是變成黑色，如果還是綠色的，就是還沒熟。我撿到一個橄欖樹枝，哈，其實挖到古蹟啊不稀奇，因為以色列很多，但是挖到猶太會堂，哇，那不得了。像這些啊，應該就是可能是房屋啊。那邊我剛剛說東正教的一個產業，他們也是挖，但是就是沒有挖到猶太會堂。如果是住在這一面的話，就可以看到山景。風景最好的這一塊啊，他們蓋了一個教堂，等一下開了再給大家看。這個是房屋還是海港呢？他寫說是房屋，像這樣子的房屋。晚一點再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朋友，也是JoJo的好朋友的爸爸，現在是某大拉旅館的經理。其實大家很少會在基督教的景點看到以色列的國旗，但是他們這個地方對猶太人非常的友善，他們把自己定位為基督教與猶太教的一個十字路口，就是希望基督徒跟猶太人能夠都來這裡，然後可以有對話呀這樣子。好，我們要怎麼知道某大拉是一個有錢的城市呢？知道的人請舉橄欖樹枝，這是等一下要給JoJo的。OK， 答案就在這裡。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馬賽克地板，一個是馬賽克地板旁邊的這個敬禮池。可能還是要走下去看啦。這裡有幾個馬賽克地板，還有幾個敬禮池，就跟我們在耶路撒冷不是有去那個祭司的家，就在地底下。就連就是現代人的角度來看，你要能夠有自己私人的敬禮池，還會有馬賽克地板，就是手工制作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敬禮池對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人很重要，因為他們想要常常能夠達到禮儀上的潔淨，所以就有這樣子的池，他們會在裡面浸泡，然後起來，他們就潔淨了。那邊也是一個敬禮池，我們可以來研究一下聖經的地理。這個是地中海，這裡是西頓推羅，然後呢，這裡是加利利湖，耶路撒冷在下面，沒有在這張地圖上面。好，那這裡呢就是耶穌的生活圈，加利利湖，拿撒勒在哪裡？在這裡，提比利亞在這裡，然後這裡就是抹大拉、加百農、哥拉汛。然後，伯賽大，應該要再下來一點。然後夏所，這已經是在那個摩西約書亞那個進迦南的那個時代的東西，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城市。然後該撒利亞、腓立比，然後黑門山。那耶穌時期抹大拉的會堂大概會是長這樣。這就是耶穌時期的猶太會堂。這邊的入口啊，可能就是放經文的，然後拿進去以後，就在前面這個地方，可以作為講台，然後在這邊讀聖經。那在耶穌時期，只有會堂有經文，一般人的家裡面是沒有聖經的，所以會堂就是一個很重要，可以大家一起讀聖經的地方，還有交誼。那這個叫做抹大拉之石。它被發現的時候就是在那個地方，所以對考古學家來講就很有趣，因為沒有這樣子的發現。這個呢，就是他們挖到的古蹟，他們放在盒子裡面。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它上面有這樣子的一個標誌，沒有在其他地方看過，所以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是這個標誌。那反正抹大拉那個旅館，他們就用這個標誌作為抹大拉的代號，在拖鞋上面，昨天也是這個抹大拉的標誌。然後這裡有一個金燈台，這很了不起，因為沒有人知道金燈台它的底座到底是長什麼樣子。那可能當初在耶穌時期第一世紀的時候刻這一個抹大拉之石。這個講台叫做抹大拉之石，的
藝術家、雕刻家，他有看過，所以他這樣子雕刻，但也可能他沒有看過，然後他也是用猜的，我們沒辦法就是很確切的知道。那這個可能是油燈吧，跟棕櫚樹。我剛剛說講台，其實我想要表達的是，我們在教會不是都會有那個放講台的地方，然後牧師會在那邊放礦泉水啊、聖經啊。這個就是類似那個概念，不是站在上面，是拿這個東西來放東西。然後還有很酷的是，你可以看得到它這裡也有馬賽克地板，然後這裡還有這個叫做 fresco 濕壁畫。那這條線呢，就是它重建的線，在這之上就是他找到附近的石頭，然後把它拼回來的。但是其他的都是本來就在這裡。能夠找到耶穌時期的猶太會堂，真的是很不可思議的一個奇蹟。順帶一提，抹大拉它會有錢，是因為這個亞伯山的那個小溪，就是從這裡流下來，流往加利利湖。然後加利利湖可以捕魚嘛，所以他們就是有錢的小漁村。但是博塞大比抹大拉還要更有錢哦，真的超酷的。然後廁所前面的這面牆，昨天沒有時間好好看，但它是用手繪的。在這個旅館，你不會看到任何的十字架，因為他們就是想要讓猶太人不要有壓力可以進來。真的是超級美、超級舒適，而且很有意義的一個旅館，超舒服的。佳佳。Hi, good morning, 有飞啦！這兩個就是啾啾的朋友。怎麼又碰到你朋友了？他要去找他朋友，他不要吃早餐。啾啾通常早餐就是喝牛奶，但是這裡啊可以煎蛋，然後有蜂蜜、麵包，然後咖啡、起司、水果冷盤。還有蛋跟 shakshuka 新鮮的紅蘿蔔汁。嗨，啾啾。耶。Amen。我們去找我們的朋友。Go。這裡有很多的小教堂，因為它是天主教的地方嘛。這裡還是主要的教堂。然後這個呢是新加坡人捐贈的。這個耶穌時期的船就是講台，然後後面就是加利利湖，很好的設計。然後這裡有一個房間，它的地板是耶穌時期的地板，猶太會堂的樣子。血肉婦人摸耶穌的衣裳，他就得醫治了。現代人就還要做一個墊子，古代人都直接做。來介紹一下，你剛才去哪裡？哦，你跟朋友一起去那邊是嗎？那這本書呢，是我2年前在台灣出版的以色列自助旅行工具書，但是跟團的人也可以看，因為裡面有很多的知識介紹。那這是新的封面，這裡是加利利的部分。那關於抹大拉的介紹就在這裡面。推薦大家來以色列的時候帶這本書來哦。我們從旅館到附近去走一走。那其實它旁邊還有餐廳啊、超市，蠻方便的。就算沒有開車的話，我們來到鳥公園，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到候鳥。每年10月到11月是最適合看鳥的時候，還有3月到4月。感覺好近哦，哇，可以看到它的臉呢。哇！好的，好多鳥哦！1、2、3、4、5、6、7、8、9、10、11、12、13、14、15、16只鳥。11、16。Go！ 看到老鷹哎，這是老鷹哎！哇哦！走嘍！
加利利這邊有很多好玩的，除了朝聖景點是基督徒必去之外，也有像這樣子的自然景點。So this is my friend David. He's the manager, and I'm gonna teach him Chinese. Okay, 歡迎大家來抹大拉。歡迎大家來抹大拉。OK， 舅舅在吧台喝牛奶，那個快樂的小孩。這是第2個晚上的晚餐，跟昨天不太一樣。然後也有1、2、3、4、5，1、2、3、4、5、6種主菜。不睡覺的小孩，不睡覺的小孩。舅舅有沒有看到星星啊？天空裡面有星星哎。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快樂的人。好啦，我們要退房了。住2天實在是太短暫了。又跟這個地方說拜拜了，我們下次再來。又有新的遊客過來了，歡迎歡迎！如果來的話，還可以跟這裡的 volunteer 聊天，也是蠻好玩的。我們在這裡非常的愉快，但是缺點就是2天的時間真的是太短了，就覺得我們來了，然後昨天玩了1天，然後今天就要走了。但是呢，歡迎大家繼續看以色列美角的頻道，因為下一集我們要帶大家去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希望大家很快就有機會來到抹大拉，就算沒有住在這裡，也要來參觀這裡的古蹟，因為這真的是很特別，是耶穌時期的猶太會堂，2000年的時間哦。Did you have a good rest？ 不錯，不錯。這個因為它真的是很寬，有一個很平安的一個气氛跟環境。對。當然了，這個地方可能價錢會比較高，貴一點。對。可是這個它的概念很特別，因為這邊就是一個第1聖殿的不是第1世紀的一個古蹟，就是抹大拉。然後你的酒店就在那個古蹟的旁邊。對。所以就你可以想象之前耶穌也是有來拜訪這個地方。對呀。所以我覺得就是那一點就很特別了。我覺得在以色列，很少，然後又做得這麼好。對。所以這樣沒有埋怨，覺得就是時間短一點點，可以住多2、3天。對，我們希望可以再回來。好啦，那就這樣了，大家拜拜。走啦。